这一条大剥皮鱼上来，瞬间这一筐鱼货就好看了一些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屌哥，现在是准备拉我们今天外海捕鱼的最后一个网了。最后一个网依然还是小网然后现在是到达位置了，准备把这个网给拉上来。今天的最后一个网依然还是小网，开过去也就是5分钟的船程就到了。看到浮漂了现在就准备把这个网给拉上来。这一个网也是放在礁石区的位置，目标鱼种依然还是小剥皮鱼，感觉这个网有点难拉上来。终于拉上来了，希望接下来是鱼货多多吧。一拉上来就有鱼货，小剥皮一条，一条不够的话，那就再来一条，毕竟是小剥皮的旺季。现在基本上只要海里面有海花的地方，就小剥皮会比较多一些了，还是挺肥的。今天到目前为止，应该捕到了有个差不多100斤左右的鱼货了，小剥皮至少50斤。今天的泥猛鱼就偏少一些。今天所有的网到目前为止捕到的泥猛鱼最多也应该就4、5斤这样子而已一个网2斤左右。第一个网就捕到了有个差不多60斤左右的鱼货了，第二个网也是有个40来斤。现在最后这个网看能不能再捕多个40、50斤吧。总体加起来200斤估计是不可能的，做个150斤左右吧。而且今天所有的鱼货也都已经是被预定光了，朋友也是很给力直接就把我们的鱼货都给买光了。而且价格也是比我们去鱼排卖的价格要高一点点，所以我们也不用去鱼排卖鱼了，也不用因为某种鱼捕到的太多被鱼排给压价。这样子朋友既能吃到一些新鲜的鱼货，我又能提高一点点收入，这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希望这一个网也是捕多一些鱼货，让我们也能多卖一点钱嘛。剥皮1斤依然还是65块，但是我要帮他剥好皮，我也要服务好我的顾客呢。19公也来了一条毕竟现在不是19公的旺季了，数量比较少。19公的旺季是在春天的时候一般有礁石的地方就会有19公出没。现在的海里也是真的肥，现在1斤是50块钱毕竟是旺季价格也是降了5块钱。等煮宵夜的时候也搞几条剥皮来煮面条吃，把那几条被八爪鱼咬烂掉的剥皮鱼简单的处理一下，你就可以拿来煮面条吃了，问题也不大。被咬烂掉了卖肯定是不能卖了，但是吃倒是可以的，只要把被咬的位置那块肉切掉就行了。现在的灯火照鱿鱼的渔船是真的亮可以照亮整片海域了，估计他们的灯泡都要好几千瓦的吧。连续来小剥皮鱼你看离这么远还这么亮，我估计都要上万瓦的这灯泡。等一下就拿去冰冻了，所以不用养活着。再来一条海鲤鱼等回去的时候也搞几条海鲤鱼回家吃味道是真的一级棒。大剥皮鱼来一条。最近2次的外海捕鱼总能捕到大剥皮鱼但是数量跟以前比起来真的是少了很多了。我记得我最疯狂的一次是捕到了100多斤的大剥皮鱼，直接把2个活舱都给堆满了。这一条大剥皮鱼上来，瞬间这一筐鱼货就好看了一些了。应该老粉丝就看过我那个视频吧，那时候真的是连续遇到大剥皮的鱼群。你想想，就一种鱼货就100多斤了，那个场面也是真的震撼大家也可以找找我以前的那个视频看一下，感觉还是非常好的。现在那样的场面也真的是不多见了。先把这一筐的鱼货拿去冰箱那边保鲜起来，然后继续拉网上鱼货，再来一条海鲤鱼。现在的海鲤鱼平均一条都是要1斤左右的，简单的煮一下就行，味道是特别的香。这种海鲤鱼煮出来的鱼油它都是呈这个红色的，有一股特殊的鱼香味，这种海鲤鱼才有的香味。这灯跟一个小太阳似的。加急也来了一条这条加急怎么一直发抖这网现在是有点过底了感觉比较难拉上来。你看现在泥猛鱼是真的少拉好多网才上来一条，跟旺季没法比。泥猛鱼旺季的时候拉上来就是一大群的，那时候真的是以泥猛鱼为主。泥猛鱼就是特别容易遇到鱼群的，加急也是很容易遇到鱼群，但是放网的位置要注意，网不能放在礁石区，网要放在礁石区的附近，但是又不能放在礁石区的上面。
因为加急游动的地方是没有礁石区的，也就是网的底下不能有礁石。遇到加急鱼群拉上来的时候，也是一大坨一大坨的。不过现在加急的旺季其实也是快过去了。加急的旺季是在休渔期的时候，钓鱼的时候都能经常钓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加急就比较便宜，一斤也就是20-30块钱而已。但是现在的加急就是比较大条些，所以现在的加急价格就比较高一些，一斤也就是30-40块钱。休渔期的时候虽然加急比较多，但是比较小条，所以就便宜。还是上多几条这种海里鱼的好啊，又大条又肥，价格也是比较高一些。这一条的鱼鳃有点泛白了，估计是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太长了，它种的时间太早了，而且天气也是比较炎热，所以鱼鳃就比较容易泛白。等天气冷了就好一些了，天气炎热鱼还是比较容易变质的。毕竟现在海水的水温也是比较高，这个也是避免不了的。想早一点拉网又怕渔获不多，等晚一点拉网的话，早前种到的渔获就有可能是变质了，经常这样子。特别是这个季节的八爪鱼比较多，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太长，那些八爪鱼就会对这些渔获动手动脚的。今天都被咬烂了好几斤渔获了，不过也不要紧吧，渔获够多的时候真的是问题不大，所以网依然还是要放久一点的好。毕竟我们拉网的时间也是根据潮水而定的，现在的潮水也是越来越重了，所以我们就准备加快点速度拉网了。这样子网就先不整理了，拉上来之后先放旁边，等回去了再一起整理吧，时间比较紧迫。上一次的外海是因为风浪比较大，所以加快速度拉网。这一次是因为潮水比较重，没办法啊。风浪倒是没有什么风浪啊。这一会上来的也都是这些小剥皮为主了。跟我们一起过来的渔船网是拉完了，还在旁边等着我们呢。毕竟是一起过来的，肯定也是一起回去比较有保障。路上要是遇到什么事，也是有个互相照应。毕竟路程还是比较遥远的，要开2个多小时到3个小时的船呢，相互照应是必须的。这也是作为渔民该有的团结吧。毕竟小船跑外海是不容易，大家相互照应一下，有什么困难帮助一下，这样就显得都挺好的了。这个网差不多也是接近尾声了，拉完就准备返航了。再来一条大海狸啊，这条海狸就够大条，看起来应该是要接近1斤多的，又肥又大条的，这条拿清蒸就挺不错的。这边老虎也来了一条啊，老虎鱼的价格应该是粉丝都知道的，大家说出我们这边老虎的价格是多少？最近偶尔都有几条老虎鱼过来，但是老虎鱼的数量肯定是不多的，要不然价格能这么好的吗？老虎鱼拿来煮汤肯定是一绝的，不仅鱼汤鲜甜，而且还呈这个奶白色，是一种煮汤佳品啊。当然这种小剥皮拿煮汤也是挺好喝的，而且小剥皮的肉也是比较嫩，没有硬刺。半筐的渔获有多了，网差不多也是快拉完了，再加快一点速度吧。再过个1个月就可以准备放大网了，到时候的大网跟小网基本是一半一半的。而且有一些人他是专门放大网，到时候他就不放小网了，经常也都是这样子。所以什么季节放什么样的渔网还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也都是渔民累积这么多年的经验之谈啊。活点鱼也来了一条，好像这一个网的泥猛鱼就要比上一个网要多一些了，而且也是要大条一些的。好了，现在也就是剩下1-2片的渔网在海里面而已了，差不多10几分钟搞定吧。不整理网的时候，拉网的速度是真的飞快啊！安排满足你的要求，好像加快速度拉的网渔获比较少一些。这条小剥皮看起来就比较大条了，肥嘟嘟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彩虹方是有的。好的，终于也是把这个网给拉完了。这一个网的总体收获应该也是有个差不多40斤左右吧。现在所有的网都拉完了啊，然后是准备返航回去了。辛苦了一晚上了，也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
回到去也是要夜里的1点多了。今天不用去鱼排卖鱼，所以就可以早点回去了。搞几条小剥皮煮面条吃，把那几条被八爪鱼给咬烂掉的小剥皮切一下，然后就煮面条吃吧。终于也是煮好了，看起来味道就是非常棒了，现在已经是流口水了。吃完宵夜又开了1个小时，也已经是看到静安的那边的灯光了。不用去鱼排卖鱼，然后就把这些鱼货带回家简单的处理一下。好了，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吧。我是脑导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谢谢大家。